蔡世成，晚上好。今晚的心情好多。县主是否记得，你曾问过，为何进太师局？当然记得。为何？为了你。我？母亲说，只有进了太师局，才能学习心想，普通人不能妄言。可进了太师局，只有每年上元节休沐时才能与家人相见。当时没想这么多，我原本以为我很快就能回答出你的问题，但进了太师局才知道，要学的东西有很多。想要学占星，需要很多年，但这很难不到我。上元节是太师局官员和学徒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日子。那期间，太师局人很少。找到了荧惑手心的寓意，也发现了你父母为何忧心。荧惑泛心，战不胜；火手心，大人议政，主去其功。15年前，有人用此星象暗指我的父亲。你太傻了，就因为我的一个问题，害了你整整15年。可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后悔吗？我从来都不会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后悔，而且我是真的很想回答出你的每一个问题。闭上眼，听见风天晚了，我要回去。佩仪，今天是你生辰，我从不过生辰。我知道。每年今天，我都会格外痛恨自己。为何是我独自活在这个世上？如今老鬼头也因此事而死，活下来的人还是我。你活在这个世上，是因为你才是那个能为他们寻得公道、
沉冤昭雪的人，而且你并非是一个人。这件事还没有结束，他们迟早还会找上我，甚至找上你。我不想再让。就再让我身边之人受我牵连。裴言，你只需要明白我的心意，但不要把它当作负担。而我不会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后悔。县主请。县主，这是罗一成的书桌。这是普通的平安符。罗一成是不是偷偷信奉了白修罗？宫中传得沸沸扬扬，老臣有所耳闻。刘一成也感兴趣？怪力乱神，非礼勿言。罗一成有个学生，他对罗一成的情况比较清楚，老臣去给你找来。医正赵玉迪，见过县主。原来师父并未把辟邪的平安符带在身上，怎么回事？谋害医成的不是人，是鬼。鬼？阴阳路上有女鬼夜行。县主相信有鬼吗？我从不信鬼神。我若非亲眼所见，也定会认为是无稽之谈。1个月前，苏介于深夜突发急症，我和师父前去看诊，直到亥时，娘子才安稳睡下。平时我和师父都是走大路回太医署，可那晚不知为何，师父偏要走着鲜有人走的阴阳路。师父，我们还是走大路吧，这路实在是吓人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非不信也，敬而远之。就算有鬼，那就一定有仙。我们问心无愧，何惧哉？谁？什么？你也看见了？何人？深夜还在此逗留？温美云。一坚，真的是你吗？一坚，一坚，救我！松手！一坚，一坚，你快走啊！放我！松手啊！你快！你看看我！一坚，你放我！你放我！一坚，一坚，师傅，快来人！快来人！来啊！救命啊！师傅。我亲眼见的那女鬼，
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画中。病死的人我见过不少，见鬼我还是头一回。他们认识？我不确定，只是那女鬼一直叫师傅一坚，师傅吓坏了，当场凶癖发作。后来你又见过那个女鬼吗？我也想再来看看，可师傅坚决不允许来。我何必给他添堵呢？我还特地给他求了平安符，可那符怎么会不带在身上呢？而且师傅为何又来了这阴阳路？多谢赵一正，如果还有什么想起来的线索，随时来聂野去找我。县主，你大概是不记得我了。下官曾和裴玉同住。是你呀？若非县主向圣上提议，我在太医署，恐怕还是一个让人呼来喝去的打杂女医工。可现在，我也能独自出诊，治病开方了。恭喜你！谢谢县主。谢谢你自己，谢谢裴玉。是他。之间腹部鼓胀，已有足月之势了。县主，我不会这样生了吧？救救我！县主，陛下想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儿，后来你母亲还没等胎儿出生便死了。我可太无冤无仇的。我不是他娘，县主，我还不想死。县主，奴婢还听说，这胎儿都是靠母体供养的，我不会被他吃掉吧？你若死了，你肚里的岂不是也没了命？不好了，我的凉了，太冻了，太冻了，太冻！县主，这么长的针，万一扎到我腹中的东西，激怒了他，我服了。既如此，你便暂且忍耐，5时之后阳气最盛，到时候再来为你驱邪除秽。青楼宫苑，吃的不错嘛。娘子在的时候，这样的吃食算不上什么。可自从月初娘子骤然离世，寒凉殿的工人全被遣散，只留我2人在此，柴米餐食都减了。有菜有肉也不错啊。上市局给我们送什么，我们就吃什么。这几日伙食忽然好了很多，但奴婢也不知为何。
韩良殿和这几个宫院都只有2、3宫人看守，所配餐食都是一样的。不必看了，这些餐食没有交到各宫院的工人手中吧？奴婢失职，要送的宫院太多，都是将餐盒放在门前，待工人自行出来拿去。县主是怀疑韩良殿的餐食被人动了手脚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太史丞40末交班，找他去韩良殿捉鬼。难怪要50之后，其实是县主想进太史城了。近来宫中太平，我与孝兄许久未见，否则这种小事何须劳他大驾？最懂你的人，终究还是我呀。走了。哎，这可是我特意留到最后吃的。服下之后1个时辰即可化解。像是汤药。此乃3清水，能使其化气，驱邪定魂，邪祟将不再近身。皇上，那东西认你做阿娘，必定是有求于你。他可曾对你说过什么？没有，他就是一直阿娘阿娘的叫我，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奴婢斗胆，县主可是觉得怪影之事是我们故意做的一出戏？怎么说？韩良殿偏僻，怪影也只有我们见过，没有其他的人能为我们做见证。而且怪影虽然吓人，但出现了这么多天，也从未真正害过我们。别说是不信鬼神的县主，若是我听说了这件事，也会觉得是骗人。没有，我们没有骗人。我们当然相信你们没有骗人，是操纵怪影之人有所图谋。我们不过是无权无势的工人，怎么会找到我们呢？好好想想，可曾得罪过什么人？我们进宫时间不长，连宫中的路都不熟。王才女离世后，很少和人接触，更谈不上得罪。方生虽然说话不中听，却也不至于被人这样报复。在这之前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坏事发生？我们随王才女来韩良殿不过几个月，我们这儿冷清得很，也无聊得很，从未发生过怪事。你们那天晚上听到的曲子，之前可有听过？奴婢不同音律，但确实有些耳熟。对，那王才女总是一个人抱着软弦弹呀唱呀的，这么想来，倒是和那晚的曲子有些像呢。王才女是哪日离世的？这月初6，已经过去了快半个月了。怪影第一次出现是这月12，正是王才女的头七。王才女回来了。
你是谁？阿娘，我要阿娘。那边，不过应该被他跑掉了。我去追。县主，有发现。原来如此，最简单也是最不会留下痕迹的方式，就是利用月光。假象凌乱，唯独这面墙没有堆放东西。那人是利用铜镜的角度，将月光投射在北侧这面围墙之上。这就是枭雄想要验证之事。试试看。影子太模糊了，屋内光线太暗了，会不会是月亮移动，铜镜反射不到足够的光亮？距离刚才不过约1刻，空中无云，亮度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
太史成，刚刚那些鬼影是你们弄出来的？那人用打磨过的珠片聚光，用刃线绑上这些纸片，像操控皮椅一样变换所谓鬼影的形状，再通过控制远近，让影子变大变小。不光是用鬼影作怪，还故意让方生吃下胀肚的食物，费这么大劲，不图财也不害命，只是为了吓唬人。是，既然都扮鬼了，只是捉弄几个倒霉的宫女有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害人呢？二位毕竟是内业局的，这么说多少有些不合适吧？不光利用铜镜，还打磨珠片，如此狡猾又缜密，今夜让他逃了，之后上哪儿找呢？太史成会让那人告诉我们的。我还以为把香灰撒在这些角落，是因为这里背光聚阴，给那2名工人些安慰，没想到太史成另有用意。步伐轻盈，步步较大，是县主追逐时的脚印。这2枚脚印，右侧着力更多，是五人娘子的。我都不认得自己的脚印，因为你的手扶着右侧的肩膀，重心便也偏右。这。这鞋底的花纹不是棉布或皮革，是麻绳。这样的鞋，即便穿着锦袜也会磨脚。宫中身份地位较高的人是不会穿的。这般大小，应该是与顾四指差不多身量，但刚刚与我交手的时候，这人和我差不多啊。谁像你这么乱，地面又高低不平，这么比不准确。身材矮小又有这样的大脚，那多半应该是个男子。对方的确力气很大，我与他僵持之时费了不少力。不对，听声音分明是个女子啊。善口技之人，无论是女子吟唱还是婴儿啼哭，都能模仿得栩栩如生。所以，她可能也并非女子。二位说的都有道理，都有道理。那这人既男又女，看这，足脊边缘并不完整，多为虚边，前肩虚边更为明显，后侧还有擦痕。小脚穿大鞋？虽然我并未看清对方身形，但根据鞋印，那人身高不会超过5尺7寸，对方应该是位高大的女子，或者瘦小的男子。左脚比右脚足一深，那人走路时会习惯性偏左。唉，绕了一圈，是男是女都不知道。那接下来咱们等着，明晚继续。今日已经打扫青蛇，即便他想故技重施，也要等下个月了。下个月？下弦月之后就不会这么亮了。这还怎么查呀？
去查查牵引剪纸的线。这线表面光滑，容易脱手，比寻常丝线要粗一些，而且有韧性，很难被丑断。哦，看仔细了，不然一会儿这痕迹就要消退了。请坐，请。小心。血腥味很重，太史城不必硬撑，大门一关，我自己来查便可。这里只有你我，怕什么？不可以。香炉是房间的中心点，你面前是坎位，以八卦的方位划分，北坎南离，东正西对。房间如五丈人一贯作风，严格按照吉祥生财的方式布置，有门窗，但并无破坏的痕迹。对位有一宽大床榻，两侧各放一盏灯。正位设有一扇窗，可见园中竹林。窗前摆放一张紫檀木书桌，桌上有文房四宝，书本3卷。坎位设吉祥屏风，屏风两侧是斗柜。前位放了一张高几，瓷盘里放着一些金币。此处为房间财位，因是为招财所设。这些均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。去看看尸体。大床上方有一条用红绸悬挂的横木，五丈人上半身挂在横木上，双臂下垂，嘴巴张得很大。是否被塞过东西？看不出来，得等县衙派人验尸后才能知道。死因呢？伤在下身，衣服被鲜血浸透，血从床榻流到地上，血迹颜色正常，目测没有中毒，应该是流血过多而亡。还有没有别的伤口？没有。关节已经开始僵硬，但还能弯曲，现主应该能推断出死亡时间。温县令稍后。如此大案，如何守候？温县令，县主在屋里查。啊，皇子在正厅候着，从没进来啊。哎，从没进来啊。死亡时间应该是后半夜。两只手的手腕处均有擦伤，像是被麻绳捆绑后挣扎所致。太史城再仔细看看，
伤口处的血迹是否干了？血仍未干。辛苦蔡世成，可以出去了。人听到动静，凶手将曼陀罗花混入到了熏香，然后迷倒了府中所有的人。即便是死者再怎么呼救，也无济于事。这人实在是凶残呀！这院子没人打扫？当然有，竹林茂密，经常落叶，很难打扫干净而已。就是那边的侧门。家中发生惨案，不先去看小郎君，反而来看院门。今日一早便已派人查看，小儿一切如常。这侧门有何特殊之处？你们如此惊慌？我家主人看中布局，这门是用来聚气的。主人再三强调，绝不能过人，还特意加了锁，锁上有机关，只有主人能打开。去看看小郎君。小儿体弱不便。母亲，这是福昌县主和太史丞，是家里的客人。我们已经见过县主、太史丞，给母亲请安，请母亲节哀顺变。你昨晚几时睡下的？阿爷让我每晚虚指就要上床睡觉。这么早，能睡着吗？睡不着。安躺在床上，看着墙上烛影晃动，看着看着便也就睡着了。你房中可有熏香？小郎君，昨晚睡得好吗？风大雨大，电闪雷鸣，我有点害怕，睡得并不好。除了雷雨声，还有什么动静吗？半夜有被雷声吵醒，看到有影子经过，就在那里。人影。天黑看不清模样，有没有看清高矮胖瘦？那人有没有说话？
小郎君，你看见的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要和小孩子成为朋友。母亲，你好厉害呀！想不想给阿爷报仇？你若是能想起来那人长什么样子，我马上把他抓回来。昨晚上那么黑，怎么会看见人影呢？难道屋子忽然亮了起来？好大的闪电，照得我房中比白日还要亮。那岂不是能看见那人的模样？我本来想去看看那个人是谁的，可是马上又打雷，我害怕。我捂着耳朵数到10，雷声才停下。后来，屋子里就黑了，我也没再敢出去。好孩子，去玩吧。能认出来是谁吗？看不出来。整个别院怎么连一个仆人都没看到？这别院幽静，又用了堪舆术，郎君不允许随意进出。我平日也是不能来的，只有钟伯，他的八字五行与此地相合，可以自如出入。如今往日也是由他照料。钟伯房中可有熏香？刚才给县主一并看过了，也有那个什么花。你撒谎了，你没有伤害韩少，是你救了他。谢谢。我其实是在道正坊外，靠近春明门的家乡遇到他的。当时他遍体鳞伤的倒在路边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。安笑。是你啊！救救我！没想到他竟然还认得我。安笑，我带你走。来，慢点。来。
仰慕韩笑，但对他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。我把他带回住处，照顾了3天3夜，他才勉强有了点意识，能跟我说说话。韩笑告诉我，他被胡大骗了。我以为他可以在绣红楼堂堂正正的做一个绣娘，可没想到他们被欺负、被虐待。韩笑逃跑过1次，可还没跑到县衙就被抓了回去。之后就是一顿毒打。后来，一个客人把他虐待得太厉害，他们都以为他活不下去了，准备把他拉出城来埋掉。他这才又找到了机会逃了出来，遇到了我。但他还是没撑过去。是，他没撑过去，我尽力了，我真的尽力了。他当时实在是伤得太重。绣红楼的事，他跟你说过多少？他们是一群混蛋，他们全都应该死，他们根本就不把人当人。韩笑那么好的姑娘，得到死言，还想着去救其他人。他有跟你提过那些混蛋是谁吗？他说他们搜集过那些混蛋的名单，但他说我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叫我不要冒险。我只能杀了胡大。我没有，我对不起韩笑。我只是一个低贱的秦小国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听说县主你很厉害，破过很多大案子，可是我见不到你。所以你故意把韩笑的尸体埋进宫墙内。我只是在等一个我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的机会，也不知道要等多久。这老天有眼，韩笑身上竟然看出了花。你为了让县主调查绣红楼，不惜以身入去，可你连死都不怕。你为何不直接告诉县主，韩笑因何而死？我不知道，县主是不是真的可以帮韩笑报仇？韩笑跟我说过，那些人有通天的本领，只怕还没有出，就自身难保了。我不怕死，但绣红楼还有很多女孩子，她们不应该死。只有知道县主，你真的可以一
把他们全都平安的救出，我才能说。你之前被我泡在桶里的时候，也不敢说。我是想告诉你们的，绣红楼里有一个客人，韩笑曾在淑妃宫的宴请上见过的。那人当晚喝醉了，在御花园对韩笑动手动脚，韩笑不知那人身份，只是在拉车时看到那人手腕内侧有一块很大的疤，是烫伤的。淑妃宫中的宴席，一般只有3品以上的官员和宗亲眷属才有资格参加。我只知道对方官位不低。你们在审我的时候，忽然闯进来一个大官，我怕他，所以就改了口。提神仙没有错。那人在绣红楼里有没有认出韩笑？没有，他根本不认识韩笑。只是韩笑被人用鞭子抽打时，那人曾出钱阻止。为何阻止？因为他说女人身上的伤疤叫人恶心。沈主，他绝不是好心，他从来不把那些女孩子当人看。只是打韩笑的人不敢惹他，再没用鞭子抽打过韩笑。陆振林还装死，说没有见过其他客人。那人官位更高，陆振林更不可能招了。县长，大人，我求求你们，一定要把这些混蛋全都抓起来！他们害了那么多人，还害死了韩笑。我求求你们！你中毒了，蝙蝠的毒。松竹，我的死不算什么，但不能让那些人就这么死了。我会全力救你，救得活，你就随我一起把他们抓回来；救不活，我直接送他们去陪你。带回那夜去好好照顾。是。别灰心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从不安慰人，娄愁已经没救了，你却安慰了他。星神消失了，顺着轨迹还能找到，可是人死了，就回不来了。还要查吗？当然要查。韩笑、陶之已经被他们害死了，或许还有别的已经死去的女子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如果连我都不查下去，还能有谁为他们讨公道？那我便陪你查下去。罗建连认定，
只要什么都不说，就只会落个侠妓或者强奸的罪名。但韩笑是长期受他虐待而死，一旦沾上人命，他定会交代些什么来保命。我有办法。我也想到了一个法子。谁？是我。这是你手臂上的伤还未结疤，无法指认卢正烈。我二娘喜欢调药香，还喜欢用药香熏灸。有些药香色重味浓，熏过之后皮肤会被染色，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褪去。新长出来的皮肤娇嫩，比原有的皮肤更容易着色。熏伤之后，应该就能看见伤口的轮廓了。那快开始吧。这是什么？刺青的药水。县主又想干什么？按照原来的伤口把皮肤划开，倒上刺青的药水，就能看出伤口的形状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能指认卢正廉了。那你的手臂呢？就打算一辈子带着这个刺青？也没什么不可。你不要跟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理，我阿爷阿娘都死了，他们不会怪我的。对于县主来说，查案大过天，比你的身体，甚至比命都重要。如此兢兢业业，义无反顾，萧某自愧不如。可若县主受了伤，有新的案子要查，又将如何？我自有分寸。县主的分寸，不过是一向独行，不愿麻烦任何人。这样不好吗？简单直接，能最快得到答案。县主可曾见过刘星？当然。那县主是否知道，流星为何会从空中坠落？星辰若要沿轨道运行，不光是只靠自己，而是被周围的星辰所牵引才能安稳运行。若是没了那份牵引，便会从空中坠落，被烈火燃尽，化为齑粉。县主既找我协助探案，那我便是那颗牵引着你的星辰。不光是我，内思伯、五人、顾思止，还有许多人，都与县主相牵引。县主往后不必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查案，我作为你的同僚，也会帮你想其他的法子去解决问题。你受伤，是我的失职。多麻烦。我不怕麻烦，因为星星之间是相互牵引的。既如此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问太师长。当年我在宫中落水时，你真的没有在附近看到什么人吗？县主落水时，周遭只有我一人，宫人内侍都居于湖对岸。但我可以确定，我是被人推下水的。若我看见凶手，是绝不会隐瞒。就算落水的不是县主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。
上有点烫。不会熟了吧？抱歉。二位，仵作已经验明了，韩笑的死因是在秀火楼长期遭受虐待，他尸体上的伤疤和卢正廉的鞭子完全吻合，是卢正廉害死了韩笑。韩笑，杀韩笑的不是娄绰吗？娄绰遇到韩笑之后，一直在求医问药，没有他的照顾，韩笑活不过3天。今天天没亮，卢正廉就被发配回乡了。谁准的？宫里的意思。哎。怎么如此惊慌？李佩仪查到那个跑掉的工人是被卢正廉打死的了。卢正廉今早已经贬官发配回乡了，还能追出去不成？真追出去了？是。以他的性子，这事儿怕是不好办了。若是给卢正廉供出我们的机会，那就不要给他开口的机会。现在动手，怕是已经来不及了，还会牵连到我们。万一暴露，该你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下棋？这么沉不住气，那我可要赢了。别急，此局看似山穷水尽，实则仍有转机呀。天渊之术看似无路可走，如何破局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妙哉呀！啊，3路线已成绝境，可绝境也能逢生。若是短兵相接不可得胜，便可围魏救赵。这不是想出破局的办法来了吗，王爷？